穿越成了秦始皇的私生子。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：爹，我们准备造反吧！秦始皇3年之后必死，大秦将亡，到时候天下必将大乱。听到这话，秦始皇的眼睛顿时猛然一睁，撤去左右后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道：你自小得了痴症，生活在这座庄子里，难道也觉得这暴秦当反？秦皇这暴君当诛？这时我还不知道眼前的男人就是秦始皇，而刚才的一句话已经将全庄人的性命放到了刀尖上。我这时候却摇摇头回答道：爹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大秦灭6国，一统天下，是大势所趋，千古功绩。虽然秦法严苛，但乱世需用重典，也无可厚非。至于始皇帝那更是千古一帝，怎么能说是暴君呢？听到我的话，秦始皇浑身一震，眼睛更是睁得溜圆，喃喃自语道：千古一帝，你认为朕是千古一帝？我没有听清自己便宜老爹后面的话，点点头，接着说道：当然，扫灭6国，统一天下，创立郡县制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行同伦，统一文字货币，这些创世功绩，无论哪一个单独拿出来，都是功在千秋的大功绩。而始皇帝全部都做了，这还不能称千古一帝？谁能？秦始皇听得只想抚掌叫好。他自从统一6国以来，听到的都是天下人的谩骂，暴秦暴君。今天他却在自己这个痴儿这里听到了最贴心的话。只是秦始皇这时候反应过来，皱眉问道：浪儿，你既然这么看好始皇帝，可为何却要准备造反？我看着自己便宜老爹，低声说道：爹，如果始皇帝在世，那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可是3年之内始皇帝就要死了，到时天下必乱。你说什么？秦始皇直接脸色狂变。我见他这么大声，连忙说道：爹啊，你小点声，这要是让人听到了，我们哪还有活路？秦始皇眼神复杂的看了看一脸小心的我，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，问道：如今始皇帝正值壮年，怎么会在3年内死去？我想了想说道：始皇帝不是被人刺杀的，是被自己毒死的。秦始皇疑惑道：被自己毒死？我点了点头，带着几分可惜说道：始皇帝虽然是千古一帝，可却想着逆天改命，长生不老。他服用的所谓仙丹，其实都是剧毒之物。说实话，他能抗这么久，已经是身体强健了。秦始皇心中巨震，但还是带着几分不敢置信问道：始皇帝身边的方士都是神仙人物，仙丹也都是耗费巨大才炼出来的奇珍，怎么会是剧毒之物？我笑着说道：是不是毒药？随意找个畜生让他吃上几天不就知道？给畜生吃不是暴殄天物吗？秦始皇眉头一皱，我听到这话更加嫌弃的说道：就那些东西喂给畜生吃都是在造孽。秦始皇只觉得头上的青筋直跳，我这时也注意到了自己便宜老爹的异常。爹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秦始皇努力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，继续说道：浪儿，你说的这些事情太过离奇，我需要好好的想想。我的话让他极为震惊，他现在只想去求证这是真是假。我也没有想着一次就能劝成功，毕竟正常人遇到这种说法都会蒙圈。我这便宜老爹没有以为我是中邪，心里就算是极为强大。爹3年时间不长也不短，还是要早做准备。我又劝了一句。秦始皇如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缓缓说道：既然如此，那从今天开始，这一座庄子就交给你来打理。另外我再给你黄金万两。我眼睛微微一亮，知道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。毕竟如果连一个庄子都经营不好，也就别想着什么造反了。不过这黄金万两说给就给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家庭？我现在反而有些忐忑。爹，咱们家里是做什么的？这么有钱吗？秦始皇看着我的反应，心里稍微平衡了点。今天一直都是他在震惊，现在总算是轮到这小子。于是淡淡的说道：家里的生意，你现在年纪还小，不太好参与。再说了，区黄金万两就把你吓住了，以后怎么成大事？我看着自己便宜老爹这是金钱如粪土的样子，都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。爹，就你这气势，咱们爷俩一定能成大事。到时候你当皇帝，我当太子。秦始皇听到这话，嘴角抽了抽，然后说道：行了，这件事对谁都不声张。我点了点头，郑重的说道：爹，你放心吧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都懂，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会让人知道。秦始皇神色古怪的点点头说道：行了，我今天还有事情要忙，还要赶回城内，就先走了。他现在只想回去看看那金丹是不是真的如同我所说是剧毒之物。我一听，心里对自己这便宜老爹又多了几分敬佩，看看这敬业的态度，难怪能攒下这么大的一份家业。当然这些家业最后还是要便宜自己。爹，你放心去，家里有我看着，你就放心吧。秦始皇点点头就朝外面走去。我这时说道：爹，我送送你。对辛辛苦苦给自己挣家业的便宜老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多给点关怀。而且对方听到自己受伤的消息就立马赶回来，说明对自己这个儿子也还是比较在乎的。秦始皇这时候却停了一下说道：不必了，你大病初愈，别染了风寒。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。秦始皇出门后挥挥手，对着下人福伯说道：我的身份不得透露，还有庄子上以后的大小事务都由浪儿做主，无论什么要求都要满足。我明天会让人送来1万两黄金，你交给浪儿，不准干涉用处，都记住了吗？是，老奴记下了。秦始皇回到皇宫后，一个人站在宫殿中间，看着身边一只刚死不久的小兔子。秦始皇神色难明，独自站立良久之后，才缓缓喊了一声赵高，几乎是瞬间一个太监就匆忙走了进来，对秦始皇说道：陛下，老奴在。秦始皇此时语气淡然的说道：去将那些术士全部关押，另外将徐福召回。听到命令，赵高身体猛然一震，眼睛都是不敢置信。要知道那群术士平常是最受秦始皇重视，不管提出什么要求，只要是为了炼制长生不老仙丹，秦始皇绝对都会一一满足。但今天回来之后，急冲冲的就要了一只活兔子，然后来到了这座平常用来修炼的宫殿，自己一个人待在里面，不准人进去。而现在一开门，居然就要关押这些术士，还要将准备出海寻找仙山的徐福召回，这变化也太大。震惊归震惊，他却不敢
怠慢，连忙答道：“是陛下。”不多时，就有2队铁骑从皇宫离开。下达了这个命令之后，秦始皇便一直坐在宫殿内，一言不发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整个皇宫也变得肃静无比，所有人都变得小心翼翼。赵高在一旁候着，不敢出声。赵高，你信鬼什么？秦始皇沉默了良久之后，突然问道。赵高在心中想好了措辞，才小心地说道：“陛下，老奴还是孩童的时候，自然是信的。但如今陛下便是老奴的神，也是这大秦的神。”听到回答，秦始皇笑了一声，倒是会说话。赵高急忙说道：“老奴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”秦始皇挥挥手：“行了，问你也无用，让李斯进宫。”是。赵高缓缓退下，直到出了宫殿，才对守在门外的小太监说道：“去宣礼丞相进宫。”然后又压低了声音就说：“陛下问鬼神。”小太监不敢耽搁，急忙向外跑去。秦始皇没有等候多久，穿着官服的李斯就来到了宫殿外。臣拜见陛下，不知道陛下急召是为何事？秦始皇直接问道。不知丞相可信鬼神？李斯微微沉吟了一下，回陛下，我虽是法家，但也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这鬼神之事多半是人在装神弄鬼。秦始皇笑道：“你是担心朕沉迷长生之后又沉迷于鬼神之说？”被秦始皇说破自己的心思，李斯却没有丝毫惭愧，而是正色道：“陛下英明神武，怎么会突然有此疑问？”秦始皇摇摇头：“也罢，朕明日便带你们去见一个人，你们便知道朕为何有此疑问。”与此同时，我的房间内，一个眉清目秀、看上去16、17岁的少女正准备为我洗漱，但我身为一个三好青年，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封建糟粕？于是说道：“小九，你放在那里，我自己来吧。”公子，是不是小九哪里没有做好？请公子责罚。看着少女害怕的样子，我也只能说，这家里的规矩还真是大。没事，你来吧，我也不好为难一个小侍女，而且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，绝对不可能就被封建糟粕这么被腐蚀了，我一定能经受住考验。此时，我只感觉一双纤纤玉手带着湿热的毛巾在脸上慢慢运动，同时身边更是传来一阵淡淡的少女清香。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洗个脸都可以这么舒服，真是万恶的封建社会。我感叹道，这样一来，我就更加坚定自己的心思，这种万恶的生活只考验3年怎么够？一定要多考验几年。造反，必须造反。不过我很快就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小七到哪去了？听到这话，小九却浑身一震，直接跪在了地上，哭着说道：“公子，还请你放过小七吧，他不是故意让您摔倒的。”福伯把小七关进了地窖里，小七挺不过几天的。我微微一怔，想起来一些模糊的记忆，自己原主摔倒的时候，就是小七在照顾他，所以才会被福伯给惩罚了。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小七反而是他的恩人。于是我说道：“小九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去和福伯说把小七放出来。”小九愣了一下，然后又哭又笑的说道：“谢谢公子，别哭了，再哭都不漂亮了。”安慰一下小九，我便走出房门，让人把福伯给叫了过来。福伯，我想让小七回来伺候我。我直截了当的说道。福伯却皱了一下眉头：“公子，小七他照顾不力，我已经把他关在地牢以示惩戒了，是不是小九向您求情？我这就去好好的训斥他。身为奴婢，居然敢向公子您提要求。”等他说完后，我露出一个笑容，继续说道：“福伯，我要小七回来。”福伯还想说什么，但看着此刻我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中却浮现出家主的身影，心里颤了一下。是公子，我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然后说道：“把小七送过来后，再把庄子上的匠人叫过来，我有事吩咐。”是公子。没过多久，福伯就带着一个脸色惨白、相貌出众的少女和几个匠人过来。小九，你去带小七好好休息，我吩咐道。等小九把小七带走了之后，我便将这个世界没有的造纸术交给了匠人们。听完之后，匠人们面面相觑。公子，您所说的这个纸，还有您的这个方法，我等都从未听过呀。我笑着说道：“无妨，你们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就是。明天天一亮，你们就先做一些出来，巴掌大的就行。”面对我的坚持，匠人们也只能应下来。福伯，我刚刚教的东西不准外泄，公子放心，我会看好的。我点了点头，福伯的忠诚我还是放心的。第二天一早，一个仆人就过来禀告道：“公子，家主回来了，我爹回来了。”我露出了一个笑容，我手里的这造纸术想要变成实实在在的资金，还是要想法卖出去，正好和我这便宜老爹商量商量，毕竟我爹是实实在在的生意人。此时庄子门口，身穿长服的秦始皇带着赵高和李斯正在门口。有些事朕之前不太好说，但是待会儿无论你们听到什么，都不准大惊小怪。秦始皇带着几分尴尬吩咐道。李斯笑着说道：“陛下放心，臣等求学时也曾游历四方，必然不会大惊小怪。”一旁的赵高也跟着应和了一声。秦始皇这才带着两人往里面走去，很快就遇到了迎面而来的我。这是哪家的青年才俊？李斯看到我顿时调笑道。赵高也跟着陪笑，他话音未落，就听到我喊道：“爹，你回来了。”秦始皇应了一声，而在他身后，李斯和赵高脸上的笑容几乎是瞬间凝固。他叫陛下什么？李斯有些木然地向一旁的赵高低声问道。好像是爹。赵高呆呆地回道。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前面的秦始皇就已经递过来了一个眼神，两人顿时赶紧跟上。李斯也明白了，难怪秦始皇之前会说什么别大惊小怪，原来是在外面有个儿子，这不吃惊才怪了。爹，您回来的刚好，我有事和您说。我大咧咧地上前说道。秦始皇也回道，我也正好有些事情要问，你随我去书房。两人顿时并排朝书房走去。赵高看到这一幕，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。秦始皇一共有皇子皇女近30余人，可无论是哪一个，见到秦始皇都是战战兢兢。秦始皇对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亲近之意，这也是大秦现在一直没有太子的原因之一。没有那位皇子能像眼前这般和秦始皇相处的如此随意。难道说李斯和赵高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心里都有了某些猜想。这时候两人已经到了书房，刚进书房，秦始皇就关上了门。浪儿，昨天你和我说的事，只是他话都还没有说完，我就直接打断了他。爹，这两位是？秦始皇怔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道。
是爹着急了，这两位是爹的至交好友，可以信赖，你不用担心。看到这一幕，李斯和赵高两人心中一震。秦始皇是什么性格？他们这两个近臣是最了解不过的，平常谁敢就这么打断他？唯一的下场就是被斩首，哪里还会像现在这样和颜悦色的解释？两人心中已经在猜测秦始皇这次带他们来的用意，但是我刚刚都快吓死了。昨天我们谈了什么？谈的是造反，这要是泄露出去了，还有活路吗？我带着几分质疑打量了李斯和赵高一番，然后埋怨说道：“爹，这么大的事情，爹你怎么转身就告诉别人了？”秦始皇是何等人物，当然知道我的担忧，心中的念头微微一转。其实之前的事情，爹早就在准备了。这两位就是我的搭档，毕竟这种事情一个人可做不来。闻言，我眼睛微微一亮，心里诸多的疑惑就解开了大半，恍然大悟的说道：“爹，难怪你那么快就接受了我的说法，难怪这座庄子修得这么坚固，仆人也都孔武有力。原来爹你早就在准备造反了。修得这么坚固，仆人也都孔武有力。原来爹你早就在准备造反了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一旁就响起了一阵重物落地的声音，顿时我们几人都看了过去，是赵高。他此时正满脸骇然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刚刚他听到造反两个字的时候，就想直接喊护卫抓反贼了，可还好一旁的李斯死死地按住了他，但用力过度，一不小心就滚到了地上。叔，你没事吧？我关心地问道。既然是和我便宜老爹一起造反的，那就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还是要表示一下关心的。赵高这时候心都在颤抖，刚刚好险，差点裤子都要被吓湿了。但另一旁秦始皇却给了他一个冰冷的眼神，他知道如果他要敢说漏了嘴，秦始皇的惩罚肯定不会轻，于是露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叔没事，就是刚刚腿麻了，没坐稳。”我理解的点点头，这跪坐确实容易腿麻，待会儿我让庄子上的匠人做2条胡凳出来就好了。秦始皇这时候又继续说道：“浪儿，你上次说秦始皇他……”我点点头，3年内秦始皇必死，然后天下大乱。房间内再次响起一阵倒地声，是李斯。看到秦始皇看过来的目光，李斯勉强的扯了一下嘴角，露出一个笑容，说道：“我也腿麻了。”一旁的赵高不是不惊讶，而是已经完全麻木了。先是在皇帝面前说造反，然后又咒皇帝3年内必死，然后大秦天下大乱，这些话足够被灭9族了。无妨，两位腿麻了，不如在旁边站一会儿。秦始皇分别给了李斯和赵高一个警告的眼神，然后回过头对我说道：“浪儿没事，我们接着说。爹其实还有一些疑惑，即使秦始皇死，可大秦朝堂上有赵高、李斯，还有秦军良将无数，军士数十万，怎么就会大乱？自己这个便宜老爹这么关心这个问题，我也并不奇怪。我们要想造反成功，只能等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，我们才有机会。”于是我回道：“赵高和李斯其实就是2条恶犬而已。秦始皇在的时候，他们肯定翻不起任何风浪，帮着大秦看家护院。可秦始皇如果突然死亡，又没有事先留下遗诏，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了。现在大秦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过就是那么几个，比如公子扶苏和公子胡亥。爹，如果你是赵高和李斯，为了权势，你是会选择的人心的公子扶苏，还是会扶持一个傀儡？如果是我便假传诏书逼死公子扶苏，再扶持公子胡亥上位。没有秦始皇镇压，6国余孽必定兴风作浪，而秦法严厉，到时候只要有人振臂一呼，必定天下大乱。听到这话，秦始皇默然，他为了权势，一路尸山血海走过来，当然知道在权势面前人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下一秒，房间里接连响起2阵声响，我转头看过去，就发现自己便宜老爹的2个好友正瘫坐在地上。2位叔叔，你们这是？2人此时满头大汗，赵高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李斯还勉强能回话。我们站得久了，腿又麻了。我顿时皱了下眉头，这2个便宜叔叔的身体看样子不是太好。2位叔叔稍等，我这就出去让匠人做2个凳子出来，你们以后就不用受这种苦了。说完我就直接起身，怕再这么下去，这2人都要原地去世了。反正做个简单的凳子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我出门不久，屋内赵高和李斯就齐齐地跪在了地上。陛下，臣绝无僭越之心。我不在这时，秦始皇就收起了慈善的神色，冷冷看了跪在地上的2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没有这个心，那你们跪什么？”陛下，老奴我……赵高想说什么，秦始皇就抬了抬手打住了他的话，看着我离开的方向说道：“你们说浪儿说的有几分是真？”赵高直接愣住了，李斯倒是很快反应过来，陛下怀疑这位公子在说谎。秦始皇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会不会是6国余孽的手笔？李斯咬着牙说道。赵高听到这话，看了一眼李斯，这是要把这个年轻人往死里弄啊！法家人的心就是狠。秦始皇这时候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不用乱猜，浪儿是朕的血脉。”李斯这时眼里的杀意才收起来，说道：“公子所说的事情太过离奇，臣无法辨别。”秦始皇顿时默然，他的臣子中，如果连李斯都对这事无法做出判断的话，其他人就更没办法。陛下，我们现在该如何处置？这时赵高低声问道。秦始皇目光闪烁了一下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我其实想看看浪儿能不能造反成功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李斯和赵高2人直接懵了，皇帝居然要支持自己的儿子造反，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。但秦始皇已经做了决定，就没人能改。就在这时候，房间门被打开，我拿着一个长条凳走了进来。爹，我让人做好了胡凳，你们看看，东西做得急，所以不是很好看。不过这个凳子可以很好的解决跪坐腿麻的问题。2位叔叔请坐。李斯和赵高好奇的看了看这4条木棍加1块木板做的所谓的胡凳，坐下之后，赵高的眼睛微微一亮，坐这个凳子确实不用担心腿麻了。秦始皇看了一眼，也就没有在意了，反而对我说道：“浪儿，这些事情交由匠人去做就是了，你不要多费心思。来，我还有些事情问你，你刚刚说到6国余孽，如果有朝一日我们造反成功了，你要怎么处理？”一旁的李斯听到这个问题，心中一动，看向了我。要知道秦虽然灭了6国，可留下了不少6国贵族，这些人心系故国，暗地里没少给大秦添乱子。
子，但这些人还真不能杀了。其中的原因有很多，最简单的一条，杀了这些人，当地靠谁去治理？所以即使是秦始皇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我知道这是在考自己。微微沉思了一下，说道：想要清除六国旧贵族的影响力，其实不难。听到这话，秦始皇心里一怔，六国余孽之以难缠，就是他们世代经营起来的影响力。大秦之所以要实行严刑峻法，也有这个原因，不然的话，大秦的政令根本无法实施。但如今大秦已经统一华夏这么多年，想说已经清除六国的影响，还为时尚早。秦始皇稳住心神问道：浪儿，你详细说说。我露出一个笑容说道：很简单，大兴教育，让更多的普通人接受教育，然后我们择其优取代六国旧贵族便是了。和广大的百姓相比，六国贵族不过是沧海一粟。听到这个答案，秦始皇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失望，他还以为我有什么好办法，没想到还是以旧带新的老办法。一旁的李斯也暗自的摇摇头，其实现在大秦用的就是这个办法，但是这个办法缺点很明显，这个办法虽然实用，但是耗时太久，耗费太大了呀。秦始皇有些落寞的说道：浪儿，你自小衣食无忧，但知不知道百姓的一顿饭花多少钱，而一卷竹简又要花多少钱？我点了点头，爹，我当然知道，以新代就旧，只能靠时间。不过我有一样东西能完美解决竹简的问题。秦始皇这时候笑了一下，他心里其实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，是不是以布代替？除了竹简外，华夏早就有人用布写字的问题，但还是老问题，耗费过大。我这时候却摇了摇头，暗自算了下时间，嘀咕道：已经1个上午了，现在第一批纸浆应该出来。于是对秦始皇说道：爹，两位叔叔，你们随我来。说完就朝门外走去。秦始皇三人相互看了一眼，然后跟上。几人很快就来到了厨房，厨房那几个匠人正按照我说的办法熬制纸浆。家主公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在厨房里的福伯看到几人直接愣住。秦始皇昨天才离开，今天怎么又过来了？要知道平常他几个月才回来一次。没事，福伯，我们过来看看。我说道。福伯，现在有做出来纸吗？听到问话，福伯犹豫了一下，按照公子的办法，已经炼出来了一些纸浆，现在正在晾干。只是福伯似乎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直接把几人带到厨房后面，这里摆着几个木板，木板上铺着几坨巴掌大小不规则的淡黄色东西。我看到这熟悉的东西，顿时眼睛一亮，直接上手拿起来一张，很厚，触感很粗糙，颜色也很黄，毕竟没有条件漂白，就像是好几张纸打湿捏碎，然后重新晾干的产物。但这的确就是纸的原型了，只要等匠人熟练的流程工具齐全了，做出原始的纸完全不是问题。我兴奋地说道：爹，这就是我用来代替竹简的东西。秦始皇看着我手里那皱巴巴的一片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早有准备，拿出了一支笔，沾了点水，然后在纸上写了一个字。看到这一幕，身为读书人的秦始皇神色微微一动。秦始皇带着几分颤抖说道：此物耗费多少？我露出一个笑容，指了指周围的树皮、竹子等等，用这些就行。下一秒，秦始皇竟直接坐到了地上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我赶紧上前把秦始皇扶了起来。李斯和赵高也赶紧围了上来。我没事，这就是脚有点麻了。秦始皇站起来说道：我知道是因为什么，我也知道造纸术会带来冲击，毕竟华夏4大发明不是吹的。当然了，我这时候也不会拆自己便宜老爹的台。浪儿，这纸还能改进吗？秦始皇直接从旁边拿起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不停地抚摸着，但不愧为始皇帝，他很快压抑住自己的激动，开始考虑实用性。我理所当然的点点头，当然可以，要是有合适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手，这支可以变得和丝绸一样光滑，用来造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好好好，秦始皇直接抚掌叫好。身为皇帝，他太知道这纸的用处，可以说是国之重器。只要想想，一卷几斤重的竹简记录的文字，只要一张轻飘飘的纸就可以搞定，几车竹简变成书纸，可能还不够数十页而已。有了这纸，我大！秦始皇瞬间停住了口，差点说漏嘴了。我好奇地问道：爹，您说什么？我是说有了这纸，我们的大业肯定能成功。秦始皇掩饰道：到时候就按你说的，我当皇帝，你就是太子。一旁的赵高和李斯听到这话，两人都极为震惊地对视了一眼。大秦现在还没有太子，陛下这话是不是在暗示什么？我撇撇嘴说道：爹，你就我一个儿子，这太子不给我给谁？突然我脸色微微一变，问道：爹，你在外不会还有私生子吧？赵高和李斯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了起来。秦始皇猛地咳嗽了一下，红着一张老脸说道：哪有的事，你不要乱说，你爹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行了，你把这纸的制造方法给我去找人手和地方。我点点头回道：没问题，爹，我待会儿就把这方法给你，但你现在要记得保密啊，这都是咱们的本钱。秦始皇重重地点了下头说道：我知道，这纸肯定是我们的机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绝对不会泄露出去。我这时候却摇摇头：爹，格局小了呀，现在我们要用这个纸来增加收入，积累本钱，当然要保密，但如果我们真要有成大业的那一天，这些技术反而应该公布出去，只有当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时候，那才说明我们成功了。秦始皇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如果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，那学问和教育也就能跟着进家家户户了，人人皆可成为读书人。秦始皇此时心里被我所说的情景给震撼到，但他很快摇了摇头，是我贪心了。即使纸张很快普及，但抄纂书籍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现在大秦的书简都是由专门的匠人一刀一刀刻出来的，一般的匠人都无法胜任，所以书籍传播的速度很慢。有了纸张，抄写的速度肯定会大大的增加。抄书，我很快想到了什么，印刷术。虽然系统并没有给奖励，但这个基本原理我知道了。反正造纸术要交给老爹的，这印刷术刚好给他配套。爹，其实我有个办法，可以快速制造书出来。秦始皇一愣，快速的制造书，书在大秦来说是极为贵重的物品，是可以当做传家宝的。即使是一般的贵族，家里也没有太多的藏书。而现在我居然说可以快速的制造书，我露出一个笑容。爹，你身上有没有印章？秦始皇愣了一下，似乎想不到这印章和快速造书有什么关联。
关联，在身上摸索了下，拿出一个印章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年轻时用过的印章，你看看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是个小巧的玉制印章，上面刻的是一个大篆写的正字，当然我不认识。拿过印章，我往上面哈了一口气，然后往自己的手背上一按，印章上的字就出现在手背上。爹，你看，把手伸到秦始皇面前。秦始皇盯着我的手看了半天，然后说道：“爹知道了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手都瘦了，我明天再让人送万两黄金过来。”我懵了一下，不是爹，我是让你看字。秦始皇疑惑地说道：“我看到字了，有何不妥吗？”我又往手背上印了一个字。秦始皇还是一脸疑惑，他身后的赵高也是一脸懵逼，而李斯的眼睛却微微地亮了一下。我再次印上一个字，此时几个字连成了一排，然后说道：“知乎者也。”看到这一幕，李斯心中轰然大震，他直接从身上拿出自己的一个印章，往一张纸上盖过去，一个接一个。看着纸上并不成形的字，李斯大喊道：“我明白了！”秦始皇看着李斯状若癫狂的样子，心里极为吃惊。要知道李斯身为丞相，更是如今法家的代表人物，理智的近乎于冷血，但却被浪儿用一枚小小的印章弄成这般模样。秦始皇沉声问道：“李兄，你明白什么了？”李斯这时候也总算清醒过来，他看着秦始皇，激动地说道：“陛，赵兄，千古大业就在眼前呐！”看着李斯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是真的明白了，也不怪对方激动。今天四大发明丢出去了2个，换谁都会疯。我把印章还给秦始皇，说道：“爹，你就把所有的字都刻成印章，然后随意组合就是了。你想要出什么书都可以。”秦始皇这时候也明白了过来，他看着手里的印章，一时间居然失语了。良久之后，秦始皇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冷意问道：“浪儿，这些东西你都是怎么知道的？”秦始皇身为帝皇，可以看出来造纸术和印刷术这2样东西都是可以改变国运的重器，但是狂喜之后便是怀疑。我自小有吃正，一直生活在这座庄子上，连远门都没有出过，而无论是造纸术还是印刷术，都绝对不是一个痴儿能够拿得出来的。秦始皇这一生幼年即位，历经曲折，最终执掌大权，而后灭6国，一统天下。因为一些事，他对我有愧疚之心，但在关系到大秦的事情上，他也绝对不会盲目。这就是帝皇之心。我这时候还没有意识到，还以为只是自己这便宜老爹太过于激动。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想过，自己痴呆4了这么多久，变化突然这么大，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，所以我已经找好了对策，那便是鬼神之说。古人对于这种事情还是挺相信的。我刚想回答，面前就出现了2个选项：选择鬼神之说蒙混过关，奖励无双魅力；2选择以诚待人，奖励土豆。看到这2个选择，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选了2。无双魅力这个东西虽然也不错，但是和土豆一比起来就太没有吸引力了。土豆可以说是粮食中的王者，营养丰富也就算了，最主要的是产量极为可观，亩产1000斤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而现在大秦1亩地里面能产出几百斤，就已经算是大丰收了，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土豆。只是该怎么解释呢？直接说自己穿越来的，估计下一秒就会被当成痴症发作了。看着不说话的我，秦始皇眼中的寒意越来越盛。我这时说道：“爹，我有一个梦想。”秦始皇直接愣住了。我这时候接着说道：“我想有一天，我华夏子民皆可1日3餐，餐餐有肉，丰衣足食。我想有一天，我华夏少年人人皆有所教，且不用耗费分毫。我想有一天，我华夏子民病有所医，亦不用耗费分毫。我想有一天，我1日之内便可从华夏最东至华夏最西。”随着我的话，秦始皇几人眼中的疑惑逐渐变成了震惊，最终我一锤定音道：“我想有一天，我华夏为世界之中心。”我说完良久之后，秦始皇才从震惊中慢慢恢复过来，迷茫地说道：“真的有这样的世界吗？”我此时点点头说道：“爹，这些年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世界，虽然还差一点点，但所有华夏子民都在为那个世界奋斗。”秦始皇深吸了一口气问道：“你的这些想法就是从那个世界得来的？”我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我还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物，但不是我们能理解的。秦始皇深深地看向我的眼睛，我也毫不退缩。2人对视了一番，秦始皇再次问道：“如果以后你为皇帝，能把这个世界带到大秦吗？”我很干脆地摇摇头，开什么玩笑，几千年的发展，就算有系统，也不可能搞得定。秦始皇脸上不由闪过一丝失望，不过我可以试试。秦始皇这时候看向身后的赵高和李斯，赵高还沉浸在我描述的情景里，而一旁的李斯则是自言自语的念叨：“庄周梦蝶，蝶梦庄周。”看来没人能给他什么建议了。但秦始皇可以感觉到我没有说谎，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疲惫之色，说道：“我累了，先回房里休息，明日我再回城内。阿福，记得把东西收拾妥当。”一旁的福伯也陷入了我描述的世界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说道：“是家主。”秦始皇没有再多说，带着还满脸激动的赵高和神神叨叨的李斯离开了厨房。见所有人都离开了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。快领系统奖，打开系统，果然显示任务已完成，领取奖励。我兴奋地说道：“有了土豆这个大杀器，就完全不用担心粮草的问题了。奖励已发放。”不过我等了一会儿，有些疑惑地说道：“系统奖励呢？我啥也没有看到啊！我以为自己是哪里遗漏了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却连根土豆毛都没有发现。系统，你是不是耍赖？”系统还是机械地回道：“根据宇宙法则，本系统不能凭空产生事物，奖励已经在宿主周围。”说完之后便再无回应。就在我四处找自己的土豆奖励时，秦始皇已经带着赵高和李斯到了一处房间。李斯，今日浪儿所说之事，你如何看？李斯这时已经回过神，沉思了一番，才缓缓说道：“陛下，其实公子浪所说之事早有先例，其实陛下也知道。”秦始皇眼睛猛然睁开，这先例是谁？李斯缓缓地说道：“陛下难道没有听过庄周梦蝶之故事？”秦始皇的脸上却更加迷茫了，不过他很快从这种状态中清醒过来，看着李斯说道：“你之前还想杀浪，怎么现在又为他说话了？”秦始皇要是真的信了李斯的庄周梦蝶才怪。李斯的小伎俩被识破，脸上却连一丝尴尬的神色都没有，反而说道：“ 陛
陛下，无论公子浪的剑是从何而来，只要有利于我大秦，自然是百无禁忌。秦始皇冷哼了一声，说重点。李斯顿时回道：陛下，这造纸术和印刷术，我想最先用来印制我法家经典。秦始皇这才点了点头，说道：知道了，朕罚了，都退下吧。李斯见目的达成，便告退离开。赵高却在门口磨磨蹭蹭。秦始皇眉头一皱，说道：你还有何事？听到问话，赵高直接跪了下来。陛下，老奴对陛下一片忠心，绝无半点虚假。他还在为我的话担忧。秦始皇这时冷冷地说道：浪儿说的是没错，你和李斯不过是恶犬而已。听到这话，赵高直接把头埋进了土里。但恶犬朕就不敢用了吗？回去之后领30杖子了。另一边，我现在有点烦，系统只说奖励已经发放，我在周边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，正坐在房间前面的台阶上发愁。公子您坐在地上干什么？地上凉，小心别着凉了。一旁传来了小九的声音。我无所谓的摇摇头，没事，我身体好着呢。我之前得到了特种兵体魄奖励，这点凉意还不放在眼里。那公子可是有什么烦心事可以和小九说？小九虽然不懂什么大事，但您说出来也许会好受一点。小九走到了我身边，蹲下来，一双素手轻轻地搭上了我的肩膀，开始轻轻按摩。闻着小九身上的香味，感受着按摩，我急躁的心情稍微的放松了些。我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。我带着几分无奈说。小九乖巧的点点头，也没有问我在找什么，而是安慰道：公子不用担心，您人这么好，不管找什么都一定能找到的。我笑了笑，心里领了小九的这份情，然后随意的问道：小七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小七昨天休息了一下，已经好多了，他本来也没有受伤。我点点头，关在地窖里和在监狱里关禁闭差不多，主要是对精神上的伤害。对了，小七还说要送您个礼物呢，谢谢您放他出来。小九补充道：还送我礼物？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小七会被关起来，还是因为我的原因？至于什么礼物，我并不好奇。身为一个小侍女，顶多也就是香囊手帕之类的随身物品，或者亲手做一些点心食物之类的。没过多久，小七就带了一个竹篮走了过来，脸色红红的说道：公子，小七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之前家里的送过来些点心，请公子尝尝。果然我没有猜错，不过礼轻情意重嘛，我也不会嫌弃。看着小七紧张的样子，我笑着说道：我也饿了，正好尝尝。小七把竹篮打开，露出几块淡黄色的糕点，有点像绿豆糕。我的历史一般，不知道这时候的华夏有没有绿豆，直接拿起一块，在小七期待的目光中放到了口里。我心里已经想好了，不管好不好吃，都会夸赞一番。糕点放入口中，我的眼睛微微一亮，居然还不错。听到夸奖，小七也放松下来。公子喜欢就多吃一点。小七，这糕点的口味还有点像我之前吃过的多。我猛然怔住，压抑住自己的激动，缓缓地说道：小七，你这糕点是用什么做的？小七迷茫地说：家里人怕我挨饿，托人送过来的，到底是什么做的我也不知道。小七这时候已经意识到有些不对了，连忙解释道：公子您放心，这些糕点我吃过，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小七你的家在哪里？小七不敢隐瞒，我家离庄子不远。好，小七你和我走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朝外面边走边说道：福伯给我备车。小七和小九见状也赶紧跟上。急急忙忙赶来的福伯劝阻道：公子，现在天色都有些晚了，为何一定要出去啊？如今大秦虽然已经一统，但夜里并不安全，今天我必须出去。福伯你越早安排好，我就能早点回来。我极为坚决地说道：如果这糕点真是土豆做，晚一点去都被做成了糕点，那可真就完了。福伯见拦不住，顿时大声说道：快把牛车给我准好。很快整个庄子都忙碌起来，抽了个空，福伯又找来一个仆人说道：去和家主说，公子要出门，现在庄子上能阻止我的也只有家主了。很快秦始皇就接到消息，陛下，公子浪突然要出门，这天色就要暗下来了。守在门口的赵高进来禀告道。秦始皇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道：夜里出个门而已，有什么好担忧的？连这点胆气都没有，以后如何成事？是。赵高顿时点头退了出去。等房里空无一人的时候，秦始皇微微皱了下眉，突然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道：去2个人跟着。是。房间内响起了一阵应答声。这时我已经坐到牛车内，福伯得到了消息，也知道没法阻止了，只是对身边一个年轻人狠狠地说道：旺财，公子要是少了一根毫毛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然后又对一旁的几个看上去和老农一样的老汉说道：黑夫兄弟几个，公子就拜托你们了。为首的老汉点点头，自己坐上了车夫的位置。很快这支小小的牛车队就出了庄子，一路上除了小七指路之外，大家都被我催促着，直到太阳都快落山的时候，小七才紧张地指着一间散落在原野上的草屋说道：公子，那里就是我家了。我一听，二话不说就跳下了牛车朝那边跑过去，其他人赶紧跟上。我才到草屋的门口，就听到一阵妇人的叫骂声传过来：你这个没用的，天天说什么自己是农家传人，我儿子都快要饿死了，你还守着这几块你师兄带回来的破东西，老娘今天和你明说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些给我吃，我现在就上吊。听到叫骂声，我顿时停下了脚步，别人正在吵架，这时候闯进去似乎不太好，可当我听到后面的时候，心里一震，不敢再犹豫了。要真是土豆被人吃了，那可就亏大发。我刚想敲门，就看到一个男人弯着腰，灰头土脸的被赶了出来，紧接着里面出来一个带着孩子的妇人，凶悍的说道：姓许的，你今天不把东西给我，就不准进屋。男人被一顿好骂，却没有反抗，只是护着怀里的东西。一旁的我假意咳嗽了一下，表示自己的存在。妇人被吓得一声尖叫，孩子也躲到他身后。看着突然出现的我，还有跟在我身后几个身材魁梧的老汉，吓得惊叫起来：贼人，当家的！男人这时候却把怀里的东西放下，神色坚毅地挡在了妇人和孩子的面前，警惕地看着我。我这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，倒也不怪对方，现在天色已晚，自己又带着一群人突然出现，不被误会才怪。好在小七他们也总算是跟了上来。爹娘是我。小七赶紧上前：小七你怎么回来了？看到小七妇人和男人才放松下来。公子想要来家里看看。听到公子2个字，原本泼辣的妇人瞬间变得手足无措，坚毅的男人也把身子放低了些。妇人慌乱的想要行礼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
还是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位贵人。一旁的男人这时候却规正的行了一礼，我赶紧将两人迎起，打扰两位了，今日前来确有要事。我直接说道，对这些人拐弯抹角反而耽误事情。公子您请讲。妇人这时候说道，因为男人见没有威胁，又去旁边捡之前的东西了。我今天吃了一块小七给我的点心，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。我问道，妇人如实回道，我也不知道那粮食叫什么，是家里男人的师兄带回来。我偷偷拿了几块，给小七做了些好保存的点心。说到这里，妇人又哭诉道，家里都已经快断粮了，我只不过想要拿一些来吃，他却怎么都不给。男人抱着一堆东西走过来，师兄说了，这是耗费了上百条人命，从海外得来的，不能就这么吃了。我这时候看到了男人抱在怀里，心里猛地一震，正是土豆，但我没有声张，而是对男人说道，我刚刚听夫人说您是农家传人，那也是读书人了。男人淡淡的说道，师傅临死前才收下我，听师傅教会了2月，却没有读过什么书。妇人这时候不屑地说，什么师傅，就是把你当冤大头，骗你给他送终。听到这话，男人激动起来，不准这么说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妇人却不肯低头，你为了给你的便宜师傅治病，家里的钱都花光了，人却没了，现在连吃的都没有。你师兄留下了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粮食，我连吃都不能吃，你要看着我们娘俩饿死了。男人顿时又不说话，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说道，我很喜欢这粮食做的点心，不知道能不能换给我，我愿意用10斤好粮食换你1斤粮食，怎么样？我知道要想顺利得到土豆，反而不能显得太过在意，10斤换1斤。妇人的眼睛猛然一亮，以为是遇到了败家子，连声说道，可以。说完就去抢男人怀里的土豆，只是男人虽然不吭声，但却是不肯放手。妇人哪里抢得过？两人正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妇人身后的男孩说道，爹，我男人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手上松了一些。妇人趁机把东西抢了回来，直接塞到赵浪手中，似乎生怕他反悔。身上被弄到了泥土，赵浪却满不在意，只觉得满足无比。一旁的旺财想要来帮忙，都被拒绝了，而是说道，旺财，去把车上备的粮食拿下了。他们来的时候，细心的福伯早就准备了一下普通人家最需要的物品。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妇人看着车上拿下来的粮食，脸上的笑容遮都遮不住。这些粮食省着点吃，够他们吃好几个月了。剩下的时间交给了小七。赵浪自己抱着土豆回到了牛车里，把土豆放到了车上。赵浪心里一片欢喜，公子，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就好了，您的衣服都脏了。一旁负责照顾他的旺财说道，赵浪这么回去，他肯定又要挨骂了。不要紧，有了这些东西，福伯只会奖赏你。赵浪看宝贝一样看着车里的土豆，他现在只想回去，然后把土豆种出来。旺财，等小七回来，我们立刻就回去。这时候，作为车夫的黑夫说道，公子，天色已晚，为安全起见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宿营了。赵浪顿时皱了下眉头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，专业的事情还是要听专业人士的。这几个老汉虽然年纪都已经不小了，但身上那股杀伐之气却是藏不住的。看来自己那便宜老爹的造反准备做得还挺足。那行，就有劳几位了。赵浪说道。很快，一个颇做得还挺足。那行，就有劳几位了。赵浪说道。很快，一个颇有章法的临时营地就被建起来，夜幕也慢慢降临了。营地里，赵浪坐在火堆前烤火。现在是初春，夜里还有些寒冷，你们都坐过来。赵浪朝一旁给他揉肩的小七、小九两人喊道。两人拗不过，也只好顺从的坐下。看看手都冻成什么样了，赶紧烤火。赵浪极其自然抓住两人的手，靠近火堆。他只是单纯的良心受不了别人一边受冻一边伺候他，绝对不是因为两人的手又白又软又舒服。被赵浪握住手，小九和小七也没有挣扎，只是小脸变得通红。今天晚上要连累你们受苦了，在这野外过夜。小九和小七还没有说话，一旁的旺财就说道，公子，我们不苦。赵浪微微的一眯眼睛，他都差点忘了旁边还有个旺财。旺财，你把这些食物去给黑夫叔他们也送一份。把旺财给支走了，赵浪才继续对两人说道，长夜漫漫，公子，我给你们讲个猴子的故事吧。好呀，好呀。看着小九和小七期待的目光，赵浪便缓缓说道，从有座花果山，山上有一块石头。此时黑夫接过旺财送过来的食物，分给旁边的老汉。他们两人守在牛车旁，其他人在周边放哨，一夜不睡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大。牛车旁，其他人在周边放哨，一夜不睡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大。老汉看着火堆旁边的赵浪和黑夫嘀咕道，黑夫哥，我怎么感觉公子好像骗了这家人，这牛车里的东西肯定不简单。黑夫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兄弟，说道，虽然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，但公子让我们一定要守住，就知道了。老汉这时候嘿嘿一笑，说道，那咱们这得了吃正10几年的公子心挺黑啊，10斤换1斤，看着是小七家占了便宜，可这点粮食对公子来说算不得什么。黑夫微微的想了一下，然后摇头说道，给多了反而对小七的家里不好，公子这做法却很妥当。老汉愣了一下，说道，给的多了怎么会有什么坏处？这粮食和钱财当然是越多越好啊。黑夫这次却没有解释，说道，我们看好这些东西就好了，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只要小七还在公子身边，这家人就吃不了亏。老汉咧咧嘴，笑着说道，也是，小七、小九肯定是要进公子房里的。夜色渐浓，周围除了蛙叫声也逐渐安静下来，没有人发现就在不远处，两个穿着黑色夜行衣的人正观察着营地。89号，这里是帝都外城，会有什么危险？其中一个黑衣人带着几分抱怨说道，我们好歹是陛下最信任的黑兵卫。其中一个黑衣人带着几分抱怨说道，我们好歹是陛下最信任的黑兵卫，却来做这种事。另一个却冷冷地说道，97号，跟着公子浪是陛下亲自下的命令，你有何意见？如果你不是才进黑兵卫，就凭你敢质疑陛下，我就将你当场斩杀。97号立刻闭上了嘴，
集中注意力看着营地。突然一阵凉风吹过，97号不由说道：“89号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冷啊？”但一边的人却没有回应。97号突然意识到不对，单手撑地，整个身体直接拔地而起，但已经迟了。他只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，一记手刀就稳稳地落到了他的脖子上，眼前一黑，他就极为干脆地晕了过去。白衣人从黑衣人身上搜出2块令牌，低声自语道：“黑兵卫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”说完便朝着原野里那唯一的一间草屋走过去。此时草屋内，妇人带着孩子睡在房间里，男人一个人睡在堂屋里。白衣人进入了屋内，轻轻地叫醒了男人。男人看到突然出现的白衣人，没有惊慌，反而露出一丝惊喜，说道：“师兄，你回来了。”白衣人做了一个小声的手势，然后说道：“之前交给你的东西呢？”男人露出惭愧的神色，将今天的情况说了出来。白衣人听完之后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却也不好责怪这个男人说了出来。白衣人听完之后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却也不好责怪这个男人原本也不是师门的亲传弟子，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反正这些人也没有走远，把东西再夺回来就是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认识我，也不再是农家子弟。白衣人淡淡的说道。黑兵卫在附近出现，男人农家的身份对他反而没有好处。师兄，男人还想要说什么，白衣人还是一记手刀让他晕了过去。白衣人直接一路来到了不远处的营地，而且很快就锁定了目标。整个营地里就一辆牛车旁守着2个人，如果有贵重的东西，肯定就在里面。虽然周围还有2-3个人巡逻，但白衣人却没有丝毫担心，手上拿出一颗小石子，轻轻一弹，就有人缓缓倒地，而且位置和时机都挑得极为刁钻，居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一连击倒了外围的3个人。察觉到不对的黑夫猛地朝自己腰间的武器抓过去，但此时一道白色身影直接从牛车顶上飞身而下，一掌拍在了他的背上。黑夫浑身一震，也缓缓倒下。白衣人这时候直接打开了牛车的帘子，借着清凉的月光，就看到车内躺着一个长相俊朗的男子，旁边还趴着2个小侍女，而他要找的东西就在男子的身边。赵浪这时候很紧张，当他听到车顶上的异动时，就在男子的身边。赵浪这时候很紧张，当他听到车顶上的异动时，就已经清醒过来。车外传来响动，更是让他把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知道遇到了麻烦，可他虽然有着特种兵的体魄，但却没有任何格斗技巧，而对方能轻易放倒黑夫他们这些人，就说明武力绝对不低。现在只希望对方只是为财，而不是害命。赵浪感觉到对方已经进了车厢，正朝着自己的前来。此时他心中突然出现了2个选择：一、选择假装熟睡，奖励增强体质；二、选择反抗，奖励无限制格斗术精通。看到系统启动，赵浪心中一喜，这还想什么？肯定是选2啊！系统，我选2！赵浪在心中大吼一声，瞬间无数格斗技巧就出现在他心中。赵浪猛然睁开眼睛，连面前的人影都没有看清楚，一个全方位的锁人技巧就套了上去。一般人哪怕是常年练武，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歹徒的对手，因为真动起手来，武功和招式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心够不够狠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赵浪知道这个道理，哪怕他有特种兵体魄，哪怕他得到了格斗精通，面对一个可以悄无声息放倒黑夫叔他们的人，赵浪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，不然他们这群人都会生死难测。所以当他抓住机会，双手交叉锁住对方双手，2腿从对方腰间往下缠住对方双腿，手脚并用锁住了对方之后，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，死死地扣住了对方。2人就像是一根麻花一样到了一起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赵浪居然闻到了一股幽香，还没来得及心猿意马，赵浪就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对方身上传来，差一点就被挣脱了。赵浪用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锁住。放手！一阵低喝声在牛车内响起。赵浪虽然听到了声音，但他又不傻，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放手？根本不理会对方，只是拼命的用力，再用力，没有得到回应，对方挣扎得更加猛烈了，整个牛车都震动起来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紧密。2人此时就像是2只野兽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粗重的呼吸声在牛车内此起彼伏。你放手！白衣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只是这一次似乎声音里多了几分焦急。赵浪只当没听见，手上和腿上不敢有丝毫的放松。很快对方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弱，最终变得悄无声息，似乎连呼吸都没有了。赵浪顿时松了一口气，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况，他的都差点跳出来，下意识的放松了一下。可就在下一秒，身上原本没了动静的人突然爆发出一阵巨力。赵浪的反应也很快，但已经迟了。得到一丝喘息，白衣人猛然爆发出一阵巨力，挣脱了赵浪的束缚。赵浪再次向前扑过去，想要再次锁住对方。迎接他的是一只秀气但力道极大的脚。砰！脆弱的牛车门直接4分5裂，赵浪飞了出去。紧接着一道寒芒就朝他落了过来。完了！赵浪得到特种兵体魄，视力也得到了增强。他看了出来，那是一柄剑。闭上眼睛，他不想看自己血溅3尺的样子，可是等了半天，他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其他的动静。睁开眼睛就看到一个衣衫凌乱的白衣人，手持长剑，恶狠狠地看着他。你到底是谁？白衣人从男人那边知道赵浪是个地主的儿子，但哪个地主儿子有这么高的武功，还有这些孔武有力的仆人？你不是个女人吗？赵浪听到对方的声音，却瞬间愣了一下，看着对方的打扮，这分明是个男人，这声音也有些雌雄难辨。很快
他想到了什么，然后目光就朝对方的喉咙看过去，看是不是女扮男装，看喉结就是了。白衣人的喉结处是一片光洁，原来是女扮男装，看喉结就是了。白衣人的喉结处是一片光洁，原来是女扮男装。白衣人俊美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，他一直隐藏得很好，平常声音也是故意改变的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人逼哭了。他实力比赵浪强数倍，如果是正面交锋，有把握一招之内就制服对方，可是被这人占了先手，两人之间的距离连针都插不进，还有对方那古怪的招式将他的各个关节全部锁住，根本动弹不得。主要是对方下手的地方都很不对。白衣女子将刚刚的画面赶出脑海，厉声问道：少废话，说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听到问话，赵浪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就直接动手。白衣女子从身后拿出一颗土豆，冷然道：你们拿了我的东西，我当然要动手。赵浪微微一怔，这土豆是对方的，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说道：这些东西是我用粮食换来的。换来的？你果然是个为富不仁的地主。白衣女子露出一个冷笑，说道：为了这些粮食，我的师门耗费了上百条人命，你用几百斤粮食就换走了。赵浪此时心里在疯狂盘算起来，看对方的样子居然还是个讲道理的，反正现在的状况已经这样，还不如赌一赌。而且他也猜出了对方的身份，无论我用多少粮食换的，那终究是我这赌。而且他也猜出了对方的身份，无论我用多少粮食换的，那终究是我正当换的。原来你们农家的人喜欢杀人越货，难怪如此衰败。白衣女子听到对方叫出自己的身份，心里不由一惊，带着几分恼怒道：我没有杀人，他们都只是晕了过去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师门的。赵浪故意笑道：当然，你武功高强，这些东西自然是你的，等之后你再让你的什么师弟卖给别人，然后自己又抢回去，一来二去平白得了那么多粮食，这倒是个好买卖。你白衣女子被赵浪气得连话都说不清了，很快他把手中的剑一收，说道：不管你怎么说的，这些粮食我都要带走，我要这些粮食是为了去救灾。看对方收了剑，赵浪心里才缓了一口气，但嘴上还是说道：救灾？哼，这点粮食你拿去救灾，是把我当傻子，还是把灾民当傻子？白衣女子说道：你才是傻子，东边有人出10两黄金买这1两粮食，我换了钱再去救灾。赵浪听到这话，心道：原来你也不知道土豆的用处，不然怎么会这么贱卖？赵浪淡淡的说道：这粮食每1两我出20两黄金。白衣女子冷笑道：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我已经和别人有了约定，自然是要履行约定。赵浪这时候却老神在在的说道：30两黄金，自然是要履行约定。赵浪这时候却老神在在的说道：30两黄金。白衣女子脸上微微闪过一丝犹豫，但很快说道：一诺千金，你们这种只为自己考虑的地主是不会理解的。赵浪脸上露出一个笑容，说道：100两，哎，可怜那些灾民，就因为某些人为了自己面子就要丢了性命，实在是可怜可悲。赵浪话还没有说完，白衣女子手中的长剑就已经落到了他的脖子上。拿钱！白衣女子恶狠狠地说道。赵浪看得很清楚，这柄剑当时离他只有 0.01 公分的距离，但是在3秒钟之后，这把剑的主人就会乖乖地听他的话。你们农家之人就是这么和人谈生意的。再说了，你看谁出门带个几千两黄金在身上的？赵浪没好气地说道。你要钱就跟我回庄子。白衣女子神色间犹豫了下，突然手一动，就惊起一片剑花。赵浪只感觉到自己的耳边一凉，一缕头发就落到了他的手上。白衣女子这时候才冷哼道：你要是敢耍花样，下一个地方就是你的脑袋。赵浪看着自己手里的头发，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。他开了挂都干不过对方，到底谁才是挂壁？但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听话了，就是离乖乖的还有一段距离。你先把我的人就行。赵浪看着倒在地上的黑夫他们，皱着眉头说道：他们1刻钟左右，我的人就醒。赵浪看着倒在地上的黑夫他们，皱着眉头说道：他们1刻钟左右就会自动醒来。白衣女子回道：拿到黄金前，你不准离开我的视线，不然我就会直接动手。赵浪只好跟上，他看得出来这人是认真的。两人再次回到牛车上，赵浪检查了一下小七和小九，没有受伤，只是晕了过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总不能哀哀哀的喊你吧？赵浪问道。白衣女子犹豫了下，说道：我叫姬无双。赵浪咂咂嘴，你一个女生名字取这么大气干什么？那个无双啊，我想问问你们这土疙瘩一样的粮食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姬无双此时却闭着眼睛，理都不理他。赵浪也只能作罢。没过多久，黑夫几兄弟就陆陆续续转醒，看到牛车破烂的样子，一个个都朝这边围过来。看到牛车内姬无双的一身白衣，所有人都把兵器抽了出来。赵浪连忙说道：刚刚都是一场误会，你们把兵器都收起来，这是我朋友。姬公子。黑夫也看清了形势，自然知道对方不是赵浪的朋友，最起码没有哪个朋友坐到一起时把手一直放在兵器上的。是公子。黑夫应了一声，然后让自己的兄弟收起了兵器，但还是围在牛车周围，两边就这么无声的对峙着。赵浪反而和没事一样，安慰着刚刚醒来的小七和小九。边就这么无声的对峙着。赵浪反而和没事一样，安慰着刚刚醒来的小七和小九。行了，本公子又没事，你们别哭了。赵浪连哄带骗的安抚好了两人之后，就极为自然的睡下了。白天折腾了一天，这夜里又和人打了一架，他早就累坏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姬无双和黑夫都愣了一下，这心也太大了吧。但他们双方都不敢放松。东方渐渐浮现出一抹鱼肚白，没过多久，太阳就升了起来。哈，早啊！赵浪在晨曦的照耀下慢慢转醒，然后朝两边的人打了个招呼：早，公子。小七和小九回道：都别愣着了，旺财，带人去把牛牵过来，我们回庄子。
黑夫说：“你带人坐另一台车。”在赵浪的吩咐下，车队很快动起来。一个多时辰后，一行人就远远地看到了一座庄子，停下。姬无双看着远处的庄子，说道：“你让他们都离开，然后让这个2个小侍女去拿黄金。”赵浪这时候看傻子一样看着姬无双，说道：“这粮食大概有10来斤，我要给你1万两黄金，这2个小姑娘怎么拿得动？还有，你又要怎么把金子带走？”姬无双愣了一下，他的确没有想到这件事，但他很快说道：“给我准备3匹马，把金子装到上面。”赵浪点点头，把话吩咐下去：“公子，让我在这边陪着您吧。”黑夫在一旁不放心地说道，点头，把话吩咐下去：“公子，让我在这边陪着您吧。”黑夫在一旁不放心地说道。赵浪看了看姬无双一直放在剑柄上的手，摇摇头说道：“黑夫说，你们越早把金子送过来，我就越安全。”黑夫也只好作罢，带着人快速地朝庄子赶去。很快，随着庄子门口响起一阵喧哗，整个庄子都乱了起来。此时，庄子高处的一个瞭望台上，秦始皇正带着赵高和李斯在这里，他身前跪着几人，正在低声回报。听完了回报，秦始皇冷冷地说道：“2个黑兵位在暗处，5个老兵在明处，居然防不住1个人，你们还真是给朕长脸了。”没有人敢吭声。这时候，伏伯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到了他面前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家主，不好了，公子他被人胁迫了。”秦始皇挥了挥手，说道：“哭什么？黄金昨日就已经送过来了，去，按照浪儿说的办。”伏伯愣了一下，家主居然早就知道了，于是赶紧应道：“是。”没过多久，还在牛车里的2人就看到小七和小九跌跌撞撞牵着3匹马走过来。“东西到了，祝你一路顺风，赈灾成功。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粮食，优先考虑我啊，我出高价。”赵浪笑着说道。“哼！”姬无双冷哼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看着赵浪万事不慌的样子就来气。检查了马匹身上的着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看着赵浪万事不慌的样子就来气。检查了马匹身上的金子之后，姬无双直接翻身上马。姬无双猛地抽剑，然后一剑刺到了牛屁股上。牛受到刺激，直接拉着牛车往旁边的田野窜过去，而他自己一家马妇1人3马朝着远处而去。庄子上的人瞬间慌了神，所有人都朝牛车围过去，没人去追带着黄金的姬无双。好不容易才把牛车拦下。“公子，您没事吧？”伏伯紧张地问道。“我没事，我没事。”赵浪连连说道。“快快快，先把车里的粮食给我捡起来，土豆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好在人多，没一会儿就把土豆都收齐了。赵浪抱着土豆，美滋滋地回到庄子上。才回到庄子上，黑夫几兄弟就单膝跪地，齐声道：“我等护卫不力，请公子责罚。”赵浪刚要说什么，他眼前就出现了2个选择：1. 选择责罚，奖励特种兵训练手册；2. 选择不责罚，奖励剑术精通。面对这2个选择，赵浪顿时微微皱起了眉头，有点难选啊。特种兵训练手册是他可以立刻用上的，现在大秦还没有乱，他不可能明目张胆的招募私兵。特种兵训练手册刚好是用来练精兵的，可这个剑术精通看上去也很不错，看看姬无双就知道了。思考了一番，赵浪这个剑术精通看上去也很不错，看看姬无双就知道了。思考了一番，赵浪最终做出了决定。他已经有格斗术防身了，再来一个剑术精通也只是锦上添花，还不如用特种兵训练手册用来锻炼精兵。虽然他并没有责罚黑夫他们的心思，这时候也只能是委屈一下对方了。你们护卫不力，确实该罚。赵浪淡淡的说道：“就罚你们每人今天都不准吃晚饭，反正系统又没说具体的责罚措施，这个漏洞必须钻。”公子，您说什么？黑夫愣了一下，刚听到要责罚自己的时候，他的心就沉了一下。这些高门大院里面的规矩还是很严厉的，一般的责罚都不会轻，而且他们这还是比较严重的护主不力。可他完全没有想到，赵浪的惩罚居然是罚他们不准吃晚饭，这和没有惩罚有什么区别？赵浪不满地皱皱眉，说道：“我说不够的清楚吗？行了，都赶紧起来吧，先去吃午饭。”什么呀？我是罚你们不准吃晚饭，又没有说不准吃午饭。福伯，你赶紧去安排，我先回房间洗漱了。赵浪说完，就带着小七和小九离开了，留下福伯和黑夫几人面面相觑。这一幕都落到了不远处的秦始皇眼中，淡淡的说道：“这施恩的技巧虽然粗糙了些，但效果……”皇眼中淡淡的说道：“这施恩的技巧虽然粗糙了些，但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走，我们去看看那小子。”赵浪这时候已经在小七和小九的伺候下准备洗漱了。房间内放着大木桶，里面已经装好了热水，这些东西福伯早就让人准备好了。赵浪准备脱衣服，可是看着站在旁边的2人，脸色微红的说道：“那个你们先转过身去。”小七和小九顿时转过身，然后笑道：“公子怎么还害羞了呢？之前都是我俩为公子洗漱的。”赵浪进了木桶之后，2人才转过身来为他搓背洗头。“谢谢公子，您的身材好像越来越好了。”“就是，而且好像又变白了。”小九和小七2人笑嘻嘻地说道。此时赵浪已经打开了系统，领取自己的奖励。系统领取奖励，瞬间无数关于如何训练特种兵的方法就出现在他脑海中。赵浪细细地看了一下，挑选了一些最为实用的，准备交给黑夫他们，到时候训练自己的特种兵。军事出身的黑夫他们就是第一批教练。赵浪正想得出神，突然他感觉到一双巧手直接朝下探过去。“小九，你住手！”赵浪直接叫道。这声音把小九吓了一跳。“公子，怎么了？”赵浪红着脸说道。“没什么，这个我自己来就好了。”一旁的小七：“公子，怎么了？”赵浪红着脸说道。“没什么，这个我自己来就好了。”一旁的小七看着赵浪窘迫的样子，顿时痴痴地笑了起来。赵浪假意咳嗽了一下，说道：“
小七，你帮我抓一下痒，左边一点，不对，上面一点，还是不对，算了，你别动，让公子我自己来蹭蹭。对，舒服。而此时，秦始皇三人的脸色都极为不自然地站在门外，听着里面的声音，李斯尴尬地说道：“这个公子果然是年轻气盛啊，才经过生死，居然还有这种闲情雅致。”赵高也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时间好像短了点，老奴过2天让人送一些人参过来，给公子补一补。”秦始皇板着脸对赵高说道：“行了，你去催催。”秦始皇下令，赵高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叫门。没过多久，赵浪就重新穿戴好，走了出来，笑着说道：“爹，您找我。”秦始皇上下打量了下赵浪，点点头说道：“昨夜遇袭，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，还算有几分胆色。”秦始皇心里其实还是极为惊讶的，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，恐怕被吓得不轻。赵浪倒好，居然还笑得出来。赵浪当然笑得出来，出去一趟就拿到了土豆，解决了粮草的问题，还有特种兵的训练方法，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草的问题。还有特种兵的训练方法，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啊。不过他现在还不会把土豆的事告诉自己这点，说了对方也不一定会信，还不如先种出来一波，用事实说话。于是他回道：“爹，一点小事而已。”“小事？你可是丢了1万两黄金。”提到钱，即使是秦始皇也有些肉痛，那可是1万两黄金，都是从他自己的库中出的钱。赵浪这时候笑嘻嘻地说道：“爹，你不是说会再给我1万两黄金吗？”秦始皇的嘴角抽搐了下，他是说过这话，爹过来就是想和你说，我这次回城可能有段时间不会回来了。他连续出宫了好几天，已经积累的不少事情要处理。赵浪无所谓的点点头，反正在记忆里，这便宜老爹就没在家过几天。好的，爹，您注意身体。听着这寻常父子之间的问候，秦始皇心里微微有些触动。他的其他儿子一个个看到他就和看到猛兽一样，说话都不敢大声，要不就是盼着他早死，没有人这么和他说过话。秦始皇点点头，准备离开。突然他想到了些什么，说道：“对了，我之前在城内听说皇宫内抓了不少术士，浪儿，你说始皇帝他如果现在停下吃仙丹，能不能康复？”康复？赵浪顿时摇摇头。放心吧爹，始皇帝就算能不能康复？康复？赵浪顿时摇摇头。放心吧爹，始皇帝就算停药，也只不过多活一些时日而已。长期的重金属中毒，2000年后都治不了，更别说现在的大秦了。秦始皇脸上闪过一丝灰暗，勉强笑道：“那过2天就可以看一场砍头的热闹了。”赵浪这时候却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可惜了，要是这些术士给我，搞不好还有些用处。”秦始皇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浪儿，你不是说这些术士炼出的仙丹都是毒药吗？他们还有什么用处？”赵浪笑着说道：“爹，因为我知道这些术士的正确用法，正确的用处。”秦始皇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现在在他心里只想把这群术士千刀万剐。赵浪笑着说道：“爹，其实炼丹可是个技术活，里面还是很有学问的，只不过方向搞错了而已。如果这群术士在我手里，我能让他们做出一些威力极大的武器。”华夏最初的火药就是这群什么都喜欢往炉子里放的术士发明的。赵浪虽然不知道黑火药的具体配方，但那几样材料还是知道的，都是一些比较平常的物品，让这些术士去慢慢研究就是了。这个大杀器正好和精兵策略相符合，更不用说这些术士还是极好的初级化学老师了，在这个时代来说都是人才啊，可惜要被全砍了。好的初级化学老师了，在这个时代来说都是人才啊，可惜要被全砍了。秦始皇听到威力极大的武器几个字，神色微微变化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没事，到时候我也在城里找找，或许能找到一些术士，到时候给你送过来。”赵浪无所谓的点点头，这种事情可遇而不求。不过他很快皱着眉头问道：“爹，你知不知道官府为什么要杀术士啊？这个时机也太敏感了，自己才说术士不好，结果回来就听到老爹说术士要遭殃。”秦始皇露出一个自嘲的笑容，说道：“秦皇残暴，杀几个术士需要什么理由？”赵浪顿时搭搭嘴，说的还挺有道理。行了，这些天你好好休息，我过些时日就回来了。秦始皇说完，就带着赵高和李斯准备离开。赵浪赶紧跟上，不必送了。秦始皇抬手说道。赵浪却还是跟着。有事？秦始皇问道。前2天他让赵浪不要送的时候，赵浪可没和他客气。果然，赵浪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笑道：“爹，我那1万两金子，你可别忘了。”秦始皇脸色微微一黑，回道：“放心吧，少不了你的钱。”多谢爹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得到肯定答案，赵浪才美滋滋的离开。他要去找黑夫，被绑架了一次，还是要赶紧把自己的小卫队给建立起来。直接来到黑夫他们住的小院子，打量了一下院子，还赶紧把自己的小卫队给建立起来。直接来到黑夫他们住的小院子，打量了一下院子，还行，虽然和他住的地方没法比，但也绝对没有苛刻对方。此时黑夫他们正好在院子里商量着什么。公子，您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有事您叫我们就是。黑夫看到赵浪连忙说道。黑夫说：“我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帮我。”赵浪开门见山的说道：“这些人都是庄子里面的老人，不存在忠心的问题，而且他也不会现在就说要造反，等时机到了，就算他不想造反，这些人也会逼着他造反。公子您请吩咐。”黑夫顿时回道：“我想组建一支自己的小卫队，需要帮忙找找人手，还要你们帮我训练。”赵浪大致的说了下自己的想法。黑夫几人相互看了一眼，突然大笑道：“
公子，我们和您想到一块去了。他们刚刚聚在一起，就是在商量这件事情。公子，我们老了，5个人都没有护住您，您没有怪罪我们，已经是恩典了。现在我们的孩儿也都是半大小子了，也该为庄子出力气了。黑夫回道：那我们几兄弟今天回去，明天就把小子们从家里带来。黑夫他们自己也有田地，但是在大秦当农夫也不是那么好过的。现在有机会进庄子，当然是再好不过了。赵浪更是眼前一亮，这还真是刚想瞌睡就送来了枕头，而且这种白纸一样的年轻人是符合他心意的。大喜道：好好，枕头。而且这种白纸一样的年轻人是符合他心意的。大喜道：好好，有多少人我都要了。双方顿时一拍即合，搞定了人员问题。赵浪再次找到福伯，告诉他自己的要求，他要造一个小训练场出来。就在赵浪忙着指挥匠人们的时候，秦始皇已经回到了宫殿内。陛下，臣先告退了。李斯行礼道：他是外臣，不便在皇宫内留宿这几日之事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秦始皇淡淡的说了一句，李斯便退下了。宫殿内便只剩下了秦始皇和赵高2人。秦始皇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悠悠说道：朕只有3、5年的时间了，太短了些啊。这次之后，他信了赵浪9成。赵高一听，便直接跪在了地上：陛下必定万年，老奴这就去宣御医。秦始皇却摆了摆手：苟延残喘而已，再给我20年，匈奴、西域、高句丽、胡羌、百越6国余孽，诸子百家，朕必定都能一一扫平，祝我大秦万年江山。秦始皇心中涌出无限不甘，他为华夏始皇帝，眼看万年江山就在眼前，却不曾想居然时日无多。扶苏太过妇人之仁，儒家毁了他；胡亥生性顽劣，不堪大任。其余诸子就更不用说了。秦始皇带着几分自嘲说道：朕还真是个失败。其余诸子就更不用说了。秦始皇带着几分自嘲说道：朕还真是个失败的父亲啊。一旁的赵高连忙劝道：陛下心系万民，难免有顾及不到。秦始皇摇摇头，没想到朕养在外面的一个痴儿，却给了朕惊喜。赵高脸上却还是那一副悲切的模样，心中却一动。此时秦始皇已经恢复了冷酷的模样，说道：去，将那些术士全部割去舌头，你找个机会送到烂儿那里去。还有吩咐当地官不得干涉庄子上的任何事情，还有加强防护。赵高一一记下秦始皇的吩咐，然后退下。直到深夜，赵高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才缓缓地吐了口气，回想了下这几天经历，不由轻声道：这天要变喽。李斯府内，李斯坐在书房内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叫来一名仆人说道：去把玲儿叫来。片刻之后，一个明眸皓齿的少女来到他的书房。爹，这么晚了，叫女儿过来做什么？李玲儿打着哈欠说。李斯看着自己最小的女儿，说道：玲儿，今年也有16了吧？被整日都待在家里，没事出去走走。我知道有个地方。公子，黑夫叔他们疯了，带了好多半大的小子过来，想要把庄子吃穷啊。一大早上，赵浪就被旺财给吵醒了。福伯要管着庄子上上下下的事，穷啊。一大早上，赵浪就被旺财给吵醒了。福伯要管着庄子上上下下的事，没办法一直跟着他，所以旺财就成了他的随身侍从。这时候，赵浪才懒懒散散的从床上爬起来，房里的小九和小七开始伺候他穿衣洗漱。哎，我真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啊。赵浪原以为自己能抵挡住诱惑，面对小九和小七的伺候，开始的时候还推辞2下，现在倒好，直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，真是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啊，堕落。赵浪狠狠地在心里批判了自己一番，下定决心，从明天开始就独立自主，自强不息，坚持早睡早起，努力奋斗。公子，黑夫叔他们带了好多半大的小子到庄子上。旺财一进来就大声说道。赵浪露出一个笑容，黑夫他们的动作还挺快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很快梳洗完毕，赵浪就带人来到了黑夫他们的小院子。一进院子就看到20多个15、16岁的半大小子蹲在院子里，其中一个身体格外壮实的小子更是耷拉着脑袋跪在院子中间。黑夫此时一张脸涨得通红，正在狠狠地训斥对方：你们这群兔崽子，才把你们带到庄子里来，居然就给我干出这么丢人的事！要不是厨娘和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居然敢去偷吃的，这么丢人的事！要不是厨娘和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居然敢去偷吃的，去死！你！赵浪已经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当他听到黑夫开始骂人的时候，赶紧说道：黑夫叔，我们到了。赵浪知道这么大的小子虽然不说，但其实最在乎面子不过，这种当众辱骂是最伤自尊的。公子您来了。黑夫几人赶紧行礼，又朝其他人说道：还不问公子好。顿时一群小子畏畏缩缩地说道：问公子好。只有跪在中间的小子还不吭声。黑夫顿时来了脾气，去死！眼看黑夫还要骂，赵浪打断他说道：哎，黑夫叔，这些孩子可都是我的人，今天我们先定下一个规矩，犯了错可以惩罚，但是不准辱骂。赵浪说话了，黑夫他们自然不敢不听。不过黑夫很快说道：公子，去死！这小子生性顽劣，给公子添麻烦了。赵浪微微皱眉，黑夫说：怎么还骂呢？黑夫愣了下，指着跪在院子中间的小子说道：公子，这小子就叫去死，家里人怕小孩难养活，所以取了这名字。赵浪也只能说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想想霍去病的名字也大概同理，看了看其他小子，问道：他们都叫什么？黑夫顿时开始介绍道：那个矮个的。看了看其他小子，问道：他们都叫什么？黑夫顿时开始介绍道：那个矮个的叫大狗，笑嘻嘻的那个是二黑，瘦点的叫阿猫。还有赵浪听着这些质朴的名字，也只能默默无语。
行吧，这些都是黑夫叔你们的孩子。黑夫回道，不全是，还有同村的小子，听说我要带人到庄子上，就托我带过来让您看看。赵浪点点头，行，我都要了，待遇就按照庄子上普通仆人给吧。黑夫愣了一下，公子，您是说还给钱？赵浪点点头，说道，我知道，现在这些小子都是家里的劳力了，这个待遇呢是少了点，但每年都会涨的。这个时代15、16岁就已经是成人，活到60岁就算是高寿了。就看黑夫他们一脸老相，赵浪第一次看到还以为他们都5、60岁，其实才40不到。黑夫这时赶紧解释道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公子，您给口饱饭吃已经大恩了，这个年纪的孩子肚子就是无底洞，根本填不满，干活也就那么点力气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这话就是这么来的，给口饭吃就能随意指挥这些孩子干活。赵浪不由得摇摇头，上辈子最狠的资本家都不敢这么干，待遇就这么定下了。然后又对旁边的旺财说道，去和福伯说一声，给庄子请个先，就这么定下了。然后又对旁边的旺财说道，去和福伯说一声，给庄子请个先生来，这些孩子可不能荒废了，他想要训练出理想中的卫队，不会认字怎么行？还请先生。一旁的黑夫眼睛瞬间就红了，大声说道，公子，我黑夫今天就能给这些小子做主了，此生都是庄子的人。然后朝着所有小子说道，小子们，你们的福气到了，遇到了公子都跪下叫家主。小子们都懵懵懂懂的，不知道叫公子和家主有什么区别，在他们眼里黑夫就是最有权威的人，现在他要自己叫家主，那就肯定不会错了。于是一个个都跪了下来，喊道，家主，只有去死没有喊去死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黑夫催促道，给钱还得请先生，这种待遇就是一般小地主的儿子都没有，所以他不用问就给所有人都做了主。去死这时候抬起头，一张小脸上满是倔强，说道，管吃饱吗？管我就叫。赵浪看到这场面原本还有些错愕，可听到去死的话便笑着说道，管饱，所有人都管饱，但先说清楚，在庄子上也会很辛苦，他的那些训练项目可没有几个容易的。去死眼睛一亮，回道，我们不怕苦，就怕吃不饱。赵浪笑着说道，旺财，你去让厨房再做一些食物送，怕苦就怕吃不饱。赵浪笑着说道，旺财，你去让厨房再做一些食物送过来。就这一句话，所有小子们都欢呼起来，多谢家主。小院子瞬间变成了欢笑的海洋。黑夫说，这2天就让他们先好好休息。赵浪说道，训练的场地还没有弄好，这些小子也才过来，不用太过于着急，这些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。黑夫点点头，公子请放心，我一定看好他们。赵浪正准备走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问道，黑夫说，村里是只有男孩吗？我怎么一个女孩都没有看到？黑夫再次愣住，过了一会儿才说道，公子，女孩你也要？赵浪笑道，要，都要，而且都是一样的待遇。这次黑夫的眼睛彻底红了，带着自己的几兄弟就往外走。公子您放心，天黑之前我就带人回来。黑夫走得很急，似乎生怕赵浪反悔。这个时代重男轻女简直就是天经地义，现在赵浪不仅帮忙养活，还能拿钱，这简直就太赚了。赵浪也觉得自己赚了。什么是最宝贵的资源？是人啊！他以后要的新图画就是要从这一张张的白纸上画出来。就在赵浪高兴的时候，旺财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你怎么了？赵浪不由问道。公子，这买卖咱们做得太亏了。旺财说道。在他眼里，这就是赵浪在买仆人。这买卖咱们做得太亏了。旺财说道。在他眼里，这就是赵浪在买仆人。可是这价格买这个年龄的仆人还要请先生，简直就亏到姥姥家去了。赵浪也不解释，只是笑着说道，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。旺财这时候咬咬牙说道，公子，那这样的话我到时候能不能去进学？赵浪眼睛一亮说道，你有这个心最好，和庄子里其他的人都说，只要有进学之心，在完成事情之后都可以进学，学得好还有奖励。这个时代读书人太少了，每多一个都是助力。黑夫叔走了，你先去照顾一下他们。赵浪把这群小子交给了旺财，自己找到了福伯，他要一块的来种土豆。现在土豆不多，还不能全面铺开，现在正是春天，3个月左右就能收获，如果再赶一赶，搞不好还能再种一波，这样就有足够的种子，到时候这800亩田都种满土豆。虽然大秦没有化肥之类的东西，但就按亩产1000斤这个最低的产量来算，那也是80万斤，在大秦来说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。找福伯要田地的过程很顺利，赵浪还以为福伯会问2句，毕竟耕种在大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，就等天稍微放晴一些了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当他和福伯说完这些事情之后，一骑快马就从庄子出发，朝着都城疾驰而去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赵浪就带着小七和小九，指挥着匠人开始制造新家具了。家里的东西质量都没得说，可赵浪实在是不习惯，桌子椅子是必须要的，跪坐实在是太不舒服了，而且钟鸣鼎食说着好听，可实际上就把所有食材丢进去一顿乱煮。即使是赵浪上辈子最讨厌的高中食堂，味道也要比这强无数倍。可惜他不是理科生，不然一定要造一口铁锅出来。一直忙到了傍晚，赵浪总算拿到了一副比较简单的凳子和桌子怪模怪样的造型，倒是让庄子上的人看了个新鲜，大家也没有太多质疑。本来自家的公子就是个痴儿，好了之后行为举止就和大家不同，家主都没有说什么，他们这些仆人更不会议论。只是黑夫他们没有在天黑前回来，应该是时间来不及。夜色降临，在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大秦，赵浪虽然也很想做大家都爱做的运动，而且小七和小九也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。赵浪啊赵浪，
你可不能当禽兽。狠狠地批判了自己一番，再念念8字真言：和谐、民主、富强、友爱。赵浪才压制住自己的邪念，拉住小七和小九两人的小手手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我们继续来说猴子的故事。一天，住小七和小九两人的小手手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我们继续来说猴子的故事。一天就这么忙碌充实地过去了。夜色渐浓，此时咸阳皇宫的一座宫殿内还是一片灯火通明。秦始皇正看着一份布帛制成的书信，自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之后，他就越发珍惜自己的时间了，脸上不是浮现出一丝丝笑容，口中还低声说着什么。收了不少半大的小子，还要请教舒先生。好小子，这是要组建自己的班底啊，就是手段稚嫩了些，这随意收上来的孩子能有什么好人才？秦始皇看完了之后，便把布帛收了起来，沉思了片刻之后喊道：赵高。门外候着的赵高立刻走了进来。孔家的那个现在有没有松口？秦始皇淡淡的说道。赵高回道：陛下说的是儒家的孔甲，此人对我大秦素有怨言，陛下虽然将他强行留在都城，但他至今没有向我大秦效忠的意愿。秦始皇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一介腐儒罢了，若不是儒家还有淳于越这样的人给朕当博士，朕早就杀了他。秦朝有70位博士，不过去教孩童启蒙认字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去，让他前往万儿庄子当先生，如果他不去，朕就焚其书，坑其